耶利米书第17章第5节到第8节，翻到之后，请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百倍，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途中，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田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阿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再次带领你的儿女来到主的面前，谢谢赞美主，让我们真实在这个地方能够靠着主，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完成主的计划，也不断的结出果子来荣耀主的名。主啊，恳求主继续保守的带领看顾所有一切弟兄姐妹所做的，主都能够在主的心里面都能保守，并且继续使我们的国度扩张，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有更多的回转归向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你，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透过主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如何能够真实成为一个依靠主结果子的人。谢谢主，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感谢主，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很特别，这是一个栽种来做比喻的，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透过前半年呢，一直在讲到底什么东西叫做扎根这个其实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有根基，你的根基是建造在什么里面呢？在什么样子的环境成长？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一个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好的根基，就不可能有结出好果子。但是有好的根基，一定就能够有好果子吗？从下半年就开始分享从扎根到结果子，其实也还是有一段过程的，当中也有许许多多必要的条件，例如说必须要有水，必须要有阳光等这些的在植物的成长当中，在我们灵命的成长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有圣灵像水一样不断的滋润我们所以在这些都是当我们扎根之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确实的一个根基之后到结果之前所必要的一些条件那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真正能够结果子的枝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枝子？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枝子虽然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但是它却不能够结果子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是因为这个结错果子吗？是因为世俗的一些挂虑吗？是因为这个没有确实的悔改吗？等等这些的，有可能有各样的这些问题。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确实的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白占地土的一棵树不要成为一个这个白白吸收了许多的资源但是却没有任何结果的一个这个树枝，或者是有不好的这个结果的一个这个树枝。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另外一个关于结果子，就是之前我们在讲到说，同样一个葡萄树上面有许多的枝子在同样的环境之下，为什么有一些枝子会结果子，结了很多，有一些呢却没有什么结果子，有点像雅各他有12个儿子，为什么只有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呢？可能可以从生命的方面去分享一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也有可能不仅是枝子本身的关系这是跟它所在的环境是有关系的这个环境呢跟个人的心境是有关系的两个枝子在不一样的这个环境之下，自然而然它们结果子的程度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它5、6、7、8节呢，刚好是2段一段2节，是一个很强的对比。一边是倚靠人血肉宝贝的一边呢是倚靠耶和华的所以两个这个比喻呢是非常鲜明的。我们来讲这个镜子帮我按到下一页看一下
这两个比喻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啊，一个是倚靠人血肉的宝贝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倚靠耶和华啊，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个我们看到倚靠人血肉宝贝，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所以一个呢是有祸的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啊。所以一个是有福的人啊，什么样子的人是有祸的人呢？依靠人许多宝贝的人是有祸的啊。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依靠神是有福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先能够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依靠神啊。这个依靠人跟依靠神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啊？对，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极端的去理解这个所谓的依靠神啊。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很久以前的听到的一个遇到故事啊。那这只是用这样子一个故事做比喻啊，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在大灾难当中这样子，他常常听到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依靠神，神一定会拯救你，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神一定会拯救你这样子。所以呢，有一次哇，大洪水来了，这样子啊，这个他就开始就是那在这个机会来，我要赶快祷告，看神要怎么看神如何神迹式的这样子来拯救我。所以当别人第一次有人告诉他说赶快这样子，这个洪水要来，开车子要来，走，赶快趁这个洪水还没来，我们先走这样子。他说不，我要在这个地方专心的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我的。就很有信心的在自己的屋子里面，然后真的洪水就来了啊，越涨越高这样子。这个就有一个救生艇就来了这样子，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还不赶快走？这样子，这个洪水会越来越高，会把你淹死的，赶快搭上这个救生艇，跟我一起走啊！他说不，我要在这个地方啊，专心的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我的这样子。哇，这个越高到快把他淹死了啊！又有一个这个救生的直升机飞过来了，那个时候船都已经没有办法，这个洪水太大，最后一个机会了，放下这个绳索，赶快拉住这个绳索上来啊，这样子，不然要被淹死了。他说不，我要在这个地方祷告，我相信神会神一定会非常奇妙的拯救我的这样子。救生艇也没办法，因为这个洪越来越大，他也不能一直在那个地方停。他看到不上来，他只好走这样子。结果后来这个人就被淹死了，然后他就去问上帝，就是说，我这么专心的祷告，为什么你不拯救我呢？这样子让我这样子不会被淹死吗？然后神就告诉他，有啊，这样子，我第一次派车子去救你，你不走；第二次派这个救生艇去救你，你不走；第三次派直升机去救你，都还不走，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这是一个遇到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依靠神啊？依靠神的意思，并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看神来表演啊。这个很多的人啊，会有这样子一个疑问：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以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做？而当然，这个其实我相信神给每一个人的感动不太一样啊。那有些人真的是会这个样子做的，就是他也有生病啊，然后呢，他就不去看医生，然后呢，他就是专心的祷告。那当然，其实有一些情况在历史当中也在有一些地区里面，也许他们是有些这个状况，例如说他们那些地方呢，看医生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啊，而且有的时候看医生呢，这个不看比看还要好啊，在有一些比较医疗落后的地方，他会随便给你乱弄或者怎么样的一些的。那个时候呢，有些人他们的这个信仰啊，就是神给他们感动说，你不用靠医生啊，就是单单的祷告，就是好好的生活，神就这样子医治他了啊。有一些情况的确是如此的啊，但是呢，也有更多的这个情况，我相信神今天设立很多的这个医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啊，并不是说这个那医生都没有用啊，这个其实神很多时候就是要透过医生来帮助你，就像前面那个故事当中，也许有的时候就是透过人所做的车子啊、船、直升机等等这些方法啊，今天神要祝福你的管道，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来试探神说，
反正我每天我就是不吃饭，我一定要等到神从天上降马纳给我。这个也不要说我就不喝水啊，神就一定要从这个石头里面弄出水来这样子啊。这个耶稣就是曾经对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告诉撒旦的这个诱惑。撒旦说你就怎么样子啊，神一定会保护你的啊。耶稣怎么回答？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讲倚靠神的时候，并不是把所有的责任全部赖到神的这个身上。所以当我们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错误。我们最近的这个读经进度读到一个王这个南国的王，算是一个难得的好王了。但是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倚靠主，到最后的时候呢也不太好。这个王叫做亚撒，他到最后呢脚上有病。在脚上有病的时候，他做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在我们进度还没有读到进度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讲到这件事情。能在历代志请我们一起翻开历代志下第16章，历代志下第16章。历代志下第16章。历代志下第16章，我们一起来读第11节，读到第12节。历代志下第16章11节到12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阿们。然后呢，后来他就是因为这个病就死掉了。不是说求医生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这个就叫做倚靠人喜乐的宝贝。单单的倚靠人，这个不是，这就是有祸的，其实这是天然的一个非常非常的自然的现象。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我能够做些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想法呢，其实无可厚非其实很多的事情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如何来好好的善后处理这样的这个状况？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要自己处理。但是当我们开始倚靠神的时候，学习倚靠神的时候，除了这个知道人血肉的宝贝，我们必须要另外知道说神血肉的宝贝是有限的除了这个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之外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所以倚靠神的人是有福的，倚靠神的是有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先避免一下这个两个极端其实都是有点偏激的一个极端就是我完完全全的就是什么都不做把所有的责任丢给神，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行我们这个要做那个要做这样子，这个非常非常极端的就是全部都靠自己那这个呢我相信也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子的人，我们翻回耶利米书，有没有发觉他好像这个活在一个这个很紧张的环境里面，然后呢遇到任何事情就是感觉好像非常非常干旱然后一个倚靠神的人呢，他后面给我们的图案，炎热来到并不惧怕，这个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学习。其实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跟我的太太是一个比较在这方面一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磨合，因为他是一个处处非常非常小心的人他总是会觉得我为什么这么不小心这样子那我自己个人至少在这方面我自称觉得说我是比较有信心一点所以我不用这么小心这样子
例如说这个家里的门，我觉得只要能够外面没有办法开就好，我没有必要在里面再加什么这些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自找麻烦，哇，这个有时候连有钥匙都进不去的时候，因为从里面被扣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干嘛要这样子这个自找麻烦？有一道锁不就够了吗？但是有些人就会比较小心一点，在里面再加一道这些的啊。那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呢？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啊，这是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学习的，就是你如何尽好你自己该做的责任啊，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丢给神。神啊，反正我的这个家门都不锁啊，车子都不锁啊，这个神看顾这样子啊，我开车都随便乱开这样子啊，神保守我平安啊。不，我们自己有该尽的责任，该守的规则啊。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根据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应对啊？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啊，但是也不要太过的，就是真的我看过很多人，这个他家里面已经好几道锁了，他还在里面担心会不会有人闯进来，一有风吹草动那种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是完全在靠自己啊，他希望能够靠着这些东西啊，而真的没有一个这个没有办法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啊，什么东西都会害怕的这种感觉啊，你会发觉他的这个生命好像一个这个沙漠的杜松啊。接下来希望大家来比较一下，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做沙漠的杜松啊，跟西边的树之间有什么差别啊？所以我特别去找一下，我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要讲杜松啊？杜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植物呢？那其实它的学名叫做刺柏，它是在欧洲比较多啊，现在也慢慢在亚洲通常都会看到这样的这个植物啊，它是非常耐旱的一个这个植物。你可以看它的叶子就知道，这种尖的这种，就是如果它的叶子很宽的那种，它就是比较会需要依靠水分。如果那个没有水分或者什么，它一下子就干掉了啊。这种尖的这种叶子的这种东西呢，就比较能够耐旱。因为它只要吸收到水分之后呢，它比较不会散发的太快，就是它比较能够耐旱。所以在旷野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些植物。所以在旷野里面的这个杜松它也可以生存得下。那你说这个杜松它会不会结果子啊？会。这个它杜松我们称为杜松，可能大家听过杜松子酒。那这个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菌啊，就是琴酒啊，琴酒它是它的这个浆果呢，其实有一点点苦，但是做出来的这个酒味道非常的香醇。所以这是这个杜松啊。那你看这个果子跟这个果子哪一个比较漂亮？这边呢看起来漂亮多了，对不对？蓝的这样子，颜色非常鲜艳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枯的呢，或者是怎么样？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它们生长的地方。所以其实杜松它是非常耐旱的一种植物，它是可以在旷野生长啊，它是可以在这个水分比较缺乏的地方，甚至在沙漠这个地方讲到沙漠的杜松，它能不能生存？可以啊，因为它非常耐旱。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个水分少啊，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个结出来的果子不多啊，而且呢干的啊，没什么内容。差别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不是说杜松啊，这个沙漠的杜松不好啊，不是杜松本身的问题。但是呢，可能这个杜松有一种叫我不太需要水，所以我活在旷野就好。那是啊，这沙漠的杜松也是可以生存，但是结果呢就不是太好，因为你看到，即便它有的时候可以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也不会是非常漂亮，因为它缺乏水分。所以其实一个人在这个世上能不能靠着血和宝贝活，其实可以，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他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在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神给人一个非常高的一种坚韧性。这个环境好，环境不好，会怎么样子？就是
上个礼拜我到了大陆去，真的就是听到各种，我觉得这一次去非常非常的感人啊，因为这次去我被分到的地方，总算不是农村，就是不是很偏僻的啊，它是在一个这个油田工业区啊，虽然不是这个市中心，但是相对来说已经算是这个整个科技方面，这个生活水准都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啊，就是在大陆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一样的一个地区。它可能一到这个郊野，到这个农村啊，整个这个建筑啊，就是哇，一到天津市高楼林立这样子，好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建筑都是这样子20-30层哦，然后他们就是好大片，看到几十栋这样子，就是一大区这样子，哇，都是高楼大厦在那个地方啊，所以非常非常繁华，绝对不会输台北、台中这些人啊。但是呢，往外他们就是看着往外一层，再往外一层，哇，这个工业区比较偏远地区的话，你就看到那个整个建筑比较低一点啊，就是等等这些的，就是一般人。再往外去呢，你可以看到一些农村啊，哇，那个景色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整个差别是差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但是很特别就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处在的环境越来越好啊，我们觉得活在这种环境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呢，当你真的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原始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觉得这种人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能够生活啊？甚至有在这个上一次所遇到的那个环境，在跟我们的同队的人分享啊，他就说哇，如果我遇到这种环境，大概4-5天不会去上厕所这样子啊，这个我这个不敢在那种情况之下上厕所这样的这些情况，所以其实真的我上次就是在农村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环境比较简陋一点啊，所以说其实我是去的那个过在那段时间3天都是没有洗澡的这样子，就是这个就这样一直过去了，然后就是晚上绝对不会出来上厕所。赶快这个在睡前就是上厕所，因为这个厕所是在田中间的嘛，你走一走不小心，刚好那个前几天就有下雨，是有点泥的这样子啊，所以这个环境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你会发觉说，这样子的环境他们也活得很好啊，就是其实人啊，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就有点像杜松这种植物一样，在什么样的环境它都能够生存。所以不要小看人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都能够生存下去，但是呢，活得好不好就有很大的差别。不是说你不能靠学问来，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说我不需要有太多的水分，我还是能够生活得好。是啊，没错。但是今天人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撑得起旷野、沙漠这样子的环境，因此呢，我就是靠自己。我们里面还保有一些水分，所以我们不需要依靠溪水我们不需要依靠这个河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自己在撑。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真的很多的时候人就像这个沙漠的陆松一样，他们的水分还没用完，他们觉得他们还可以撑得下去。我们也会结果子不需要靠神，不需要靠神。但是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自己在增长，怎么说呢？人不懂得去得找真正的祝福，不懂得去寻求真正的祝福。人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也许不能够说他这样子不好的对日子，只是很可惜，神为人预备非常美好的祝福。其实你是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耶稣说，这个盗贼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就是耶稣来了，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并且更丰盛。所以，即使旷野沙漠的环境，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使我们生命变得怎么样子呢？变得干旱枯竭，一直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但是呢，神的心意并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你还能够撑得下去，这也是神给人的恩典，韧性非常非常强。也许你还能够撑得下去，但是何苦？何苦？你可以活在恩典福气当中，为什么要一直活在这个祸患当中？活在这个担心，活在这个紧张，活在一个干旱的生命当中。所以感谢主，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生命之道，就是倚靠耶和华。倚靠耶和华的人，就像溪边的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结果不止，而且你看结的果子多漂亮，同样是杜松，为什么这个地方暗淡无光，结出来的果子这个灰灰的橙子这个干枯，这边结的果子却为什么漂亮？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都是依靠神的人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求主帮助我们这一方面是要告诉未信主的人，求主怜悯让他们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泉源；而另外一方面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也有可能是活在这个苦干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自己常常去体验一下你的心境，比较像沙漠的杜松，还是比较像这个溪旁的树呢？你会常常感觉到惧怕吗？你会常常感觉到挂虑吗？你会有很多的这些担心？你会觉得这个生命有还没有这个很深的满足感常常是枯干的吗？你会常常觉得说，虽然能够活下去但是活的并不是这么的圆满，这么能够在这个神所赐下的美好这个生命当中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了解什么样子的人是依靠耶和华的人。所以其实说真的，这个地方我们再翻回耶利米书这个地方，这两种人，一种是依靠人血肉的宝贝，一种是依靠耶和华。其实依靠本身是一个动作，但是呢，下一句话呢就指出这两种人他的心境是怎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会单单去依靠人血肉的宝贝呢？下面那句话就说：依靠人血肉宝贝，心中离弃耶和华。当你完完全全的这个依靠人，依靠自己，依靠别人，依靠环境的这些资源，表示你的心中已经离弃神，这个为什么先知耶利米会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一点点跟后面一点点这个前后文，我们可以看见他在指的就是犹大第17章第1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在讲其实那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已经是在南国犹大几乎是最后的这个时期了。他是亲眼看见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给灭掉了甚至他为此写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书接下来下一本就叫做耶利米哀歌，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耶路撒冷沦陷来哀哭的一个这个诗歌所以呢，他看到这个犹大，其实他很想要为犹大来祷告为犹大来这个求主来怜悯。但是神透过耶利米要传达的信息就是犹大的罪非常的深，什么样子到这个神一定要把它毁灭的这个地步？所以犹大没有在敬拜神吗？其实也不是。这个在第9节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破？神看的是人的心，神看见什么？犹大外表好像有很多这个敬拜，在那个时候，圣殿的这个敬拜都是持续的这个祭司大祭司等等这些的各样的节期，其实通通都是有的。但是上帝看见的是什么？在整个犹大人民的心中充满了恶。这个许多的先知书里面讲到的是离弃神，离弃神代表的是什么？他们去
敬拜，就是好啊，我们敬拜神，但是呢，我们也敬拜许许多多的这些偶像。那我们敬拜神啊，但是呢，这个其他的这些信仰的这些我们不排斥啊，他们跟其他的这个环境妥协，并且因此呢，他们虽然外貌上面是敬拜神啊，内心里面呢却是充满各样的这个邪恶。这个才刚刚去祭祀完之后回来就欺压别人，就欺负寡妇、孤儿，在这个社会上各样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所以他们再多的敬拜，神说我完全不看这些，因为你的罪内心里面的这个人心啊诡诈坏到极处。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做表面的，不是看你礼拜天有没有来聚会，不是看你是不是有奉献款多少这样子，并不是看你说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这些事情啊，这些都不是不对，这些都很好。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依靠神的，还是你的心是离弃神？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啊，这虽然有来啊，虽然有来，但是呢，在遇到这个世界的这些环境的挑战之下，我们很容易就会去妥协，很容易就会去妥协。当你太多妥协的时候呢，其实慢慢就像南国犹大一样啊，被这个世界给拿走。然后呢，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之后，那个优先权在什么地方？优先权就是这个世界。那当你越来越靠近这边的时候呢，就是靠着邪恶的宝贝，你的心越来越离弃神，心越来越离弃神，你不相信不相信神是可靠的。很多的时候，这个我们来很多人会说他没有办法来聚会，这个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朋友邀我出去玩，所以我们要去做什么呢？这些，那其实他内心一个很深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他不相信，然后就如果我来聚会的话，那以后朋友都不找我就变没朋友了。他不相信这个耶稣神是他最好的朋友，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比朋友更亲的弟兄姐妹，他不相信，他心中离弃的事。很多时候呢，这个人选择了这个工作胜于来敬拜神。那在这个地方，我不得不说一下，因为其实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就是我曾经去过这个安徽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工作就是礼拜天绝对是不可能休息的，所以呢，这个礼拜天他们是怎么敬拜神？他们说，那这样冲突，我没有办法来敬拜神他们都是早上这个5点早祷会，6点半主日崇拜，然后8点之后呢吃早餐，继续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照样他们能够守主日。今天其实虽然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一堂聚会是礼拜天早上，但是很多人都就说，这个工作的关系怎么样子我也了解真的有一些工作的性质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真的在这个社会上很多辛苦的服务业，他们礼拜天是不可能休息的。那因此，这个我们必须要来了解这个你到底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强调，不是要我们说那所以如果你要守主日的话，你这个工作就不能做，那个工作不能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任何环境之下，你到底哪一个是比较优先？真的，你只要愿意来敬拜神，一定会找到方法一定会找到方法有一些地方的这个聚会的时间甚至很多的这个大城市当中，特别为了这些服务业的他们在下午或者周日的下午或者周日的晚上，甚至在礼拜6的晚上的这些有聚会的这个时间，重点是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你的心是否是离弃神？如果你的这个太多都是以人的考量为优先你就是一个这个倚靠着而不是依靠神。你的心到底是依靠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说依靠耶和华的人，依
靠耶和华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来看第一个，一个倚靠耶和华的人必定是抓住神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读，有一段诗篇跟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像的在诗篇第一篇，可能有人读完耶利米书那段经文，马上就会想到就是这段经文。诗篇第一篇，我们一起来读，从第1节来读到第3节。诗篇第一篇第1节到第3节。诗篇第一篇第1节到第3节。诗篇第一篇第1节到第3节。翻到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起。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阿门。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刚刚我们讲说，一个倚靠耶和华的人，他就像这个栽在河边的这个树。那这个地方就说，它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地方进一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倚靠耶和华的人呢？上面一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呢，倚靠耶和华的人，他必定会是一个抓紧神的话语，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非常非常重视神的话语。其实许许多的人在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问题，看不懂，而且看完之后看一段，有人说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对我真的有什么样的帮助吗？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疑问，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有耐心的继续读下去，因为神的话，这本圣经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当然，你也不要只是以一个这个知识来，就是一个它虽然是一本书，如果你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白底黑字的书来吸收知识的话也许真的你知道了一些知识，不见得对你生命真的是有帮助。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求主的圣灵也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神的话里面，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改变的一本书。来怎么样子让它能够对你的生命产生影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就是一直读，就这样子，一直去读就会改变。我们来这个读一段经文，在雅各书。雅各书第1章，雅各书第1章，我们一起来从21节来读到第25节。雅各书第1章21节到25节。雅各书第1章21节到25节。看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起。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挂，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所以什么样子的是一个得福的人呢？就是不仅是听到，而且行道，真正把它行出来。不然就像什么？就像你这个看了镜子之后，圣经就像一面镜子。哎呀，我是真是一个罪人！哎呀，求主怜悯。看完之后，他们走出去还是一样你看见的地方，你还是一样就照着这个样子继续的在生活。但是一个真正愿意行道的人
你说这个立志为善有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知道自己很软弱，我知道自己很败坏，但是我改不了，我做不到。怎么改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这里告诉我们，谁真正能够把这个话行出来呢？第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所以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去看它，一直去看它的时候，详细查看，这是一个全备的。它不是只是告诉你说啊，你要这样做啊，你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个，然后你自己想办法。这个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那如何做到对，就是这个避免错，那你自己要加油啊，不是这个样子。全备的意思就是说，它都整套都帮你准备好，你只要愿意的话，你这个就是从头到尾都帮你预备到尾。这个所有的步骤。所有的内容如何能够完成那这些东西，所有都帮你预备好，好像是 DIY 啊，但是呢，每一个步骤需要什么啊，原来都已经有啊，需要什么啊，已经有了啊。所以呢，你买家具啊或者什么这些，有一些这个你买来之后呢，可能自己没办法装啊，虽然看起来很好，但是这个工具又没有电钻，对不对？又没有这个又没有那个这样子啊，这个。还是请人来帮我装好了啊。那有一些东西呢，来之后你要装，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啊，但是你好好的去看这个说明书，你会发觉原来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啊，制造厂商都帮你预备好啊，你只要照着它这个步骤一个一个放下去，一个一个放下去就可以，你不用再去请水电师傅或者什么，自己真的是可以把它做好。所以这个前一段时间也刚刚在搬家，真的有弟兄姐妹搬家，里面弄了很多东西啊。有些东西真的是没办法啊，这个你必须要请师傅来啊。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我们本来想就不可能，结果自己居然能够把它做得好啊。所以这个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话，不是一个摆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你自己做不到的啊，它是一个全备。使人自由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得着生命，你的生命要改变，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神都已经帮你预备好，你只要详细的去查看，好好的去读，仔细的读，并且时常如此，一直去看，你会发觉神的话语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它是一面镜子，这个。看见走后，对不对？如果你只看一下而已，只会看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就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一直看，会发生什么效果？我们来读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哥林多后书第3章，这里讲到的是新约跟旧约的不同。旧约的律法呢，很多人误解了它。所以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条文的取死的这个东西，就是告诉你不可怎么样，然后人做不做得到？做不到啊！做不到的结局就是死啊，就是咒诅。但是新约却是不一样的。这个新约像是一个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3章。哥林多后书第3章，我们从就读第18节。我们从第15节第15节开始来读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起。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身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就是主去了。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常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阿们。所以感谢主啊，主的话就像一面镜子。那这个镜子不是一般的镜子，一般的镜子是我们看这个镜子，我们的影像投射在镜子上面，我们就看到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看到自己的样子。
你看再久呢，还是自己的这个样子。但是呢，神的话语这面镜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属灵的镜子。当我们一直在看这个镜子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的形象投射上去而是里面这个形象呢，它就告诉我们，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出来镜子里面这个形象投射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怎么样子呢？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从主的变成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是全备的，是活泼有功效的。当你一直来读，一直读神的话语，详细查看，带着信心抓紧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发生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个事情，你的生命就转化了，你的生命就改变了，你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的转变了。神的话你一开始好像是你去抓住神的话但是后来你会发觉其实是神的话抓住了你神的话改变了你。耶稣基督的形象从神的话里面反照在你的身上，你的生命就确实改变。以前你觉得你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得以自由，你得以自由。很多东西你觉得我这个东西，这是我多少年的坏习惯，不可能改嘛，不可能改嘛。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得以自由，得以自由。真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以前我听过这个有属灵的前辈，他就分享，其实他是几十年的老烟枪了这样子。这个他虽然这个听了很多，哎呀，都已经是基督徒这么久了，抽烟不好啊，不好啊这样子，但是他就不可能改，已经是几十年的习惯了，哪有这种说改就改？但是有一天一句话就读到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句话深深记入他的心里面，说：“哎，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岂能够让这个殿乌烟瘴气让这个烟一直去污染把这个整个殿都熏得黑黑的？”就是那句话，神的话，他一直不断的感觉神就一直透过那句话跟他说话，就是这样，这句话使他有力量把这个烟完完全全的放下。几十年的老烟枪就是从此之后就完完全全的戒烟。所以神的话是有功能的，是有力量的。你自己现在觉得，哎呀，这个标准太高了，我做不到的。我告诉你怎么做到，一直去读它，详细的查看，你会发觉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形象投射到。所以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改变，不是靠人的努力，因为很多基督徒努力的方向很努力，但是错了。哇，这个圣经让我们做到这个，好，加油，大家加油，这样很努力，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靠着自己的意志力靠着自己的牺牲，靠着自己的努力，流泪等等这些的，然后最后就发觉说，哎呀，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做不到这样子，做不到，真的。很多的法利赛人，很多这些旧约的这些人，他们都试过了，他们的结论也是一样，做不到，真的做不到。但是感谢主，主的话使我们得到自由，主的灵使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现在要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其实很简单，就是常常去读它，一直不断的读，详细的查看，一直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面，它就像一个反照的镜子一样，把耶稣基督的形象，把耶稣基督的心投射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真正依靠耶和华的人。你会发觉你的生命不再是在这个沙漠当中，你的生命变成在溪水旁，常常的领受到、感受到的，都是神的话，一直不断的冲洗你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如何洁净他的教会呢？要用水记着道。洁净教会，使得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洁净，就是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第二个，什么叫做一个依靠神的人？就是不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请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第31章。以赛亚书第31章。以
以赛亚书第31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1节来读到第3节。以赛亚书第31章第1节到第3节。翻到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起。或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即使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他帮助的人必半点，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再次说到什么样子的人是有祸的呢？下埃及求帮助的啊，那这就是有这个背景啊。以赛亚书当时候他所辅佐的啊，先知以赛亚在帮助的就是南国犹大的王西西家。那西西家他当时早年的时候，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亚述帝国啊，因为亚述帝国的大军已经把北国完全灭掉啊，而且对这个南国虎视眈眈，整个大军南下的时候呢，已经打下非常多的城市，真的是南国犹大岌岌可危啊。那个时候呢，很自然的一种情况就是，赶快啊，谁能帮助我？哇，这个埃及兵强马壮，这个国家非常富庶，我们就请埃及来帮助我们吧。埃及预表的就是世界啊。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祸哉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啊，他们车辆很多，马匹很多，这个，但是他们真的能够帮助你吗？不能。你去请再多次，都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这个祸患要临到人，再多的准备，其实都是我们的。人其实很多时候自以为可以做什么，自以为可以做些什么，但是神的作为让人真的是常常感受到人的渺小。人做了很多这些事情，看到哇，这个最好的，这个最先进的，日本啊，或者什么其他美国啊，你说遇到那种地震啊或者什么灾难的时候呢，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精密科技太多了啊，所以呢，一下子核能发电厂受到威胁，或者怎么样，反而是更危险。那这一次去，我其实听到就是我们这在天津宣教的过程当中，有人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几年之前这个四川大地震。那四川其实是在中国比较内陆的一个地方，那次的大地震也是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灾害。那这个我们同行中有一个人就说，其实，在四川大地震之前的几个礼拜，他刚好出差到四川这个地方去。那他也是看到人家在盖房子，他就说哇，这个你们这个房子啊，真的是这个你要盖多高的房子？他说这个10几层的，哇，那这样子你们这个地基怎么这么浅？就是他说我们在台湾这个因为地震跟地震震怕这个我们的地基都要挖得非常深，非常稳固这样子，不然的话，你这个一震就可能会有危险这样子。你们要建10几层地基就只有这个样子而已这样子。然后那个建筑的人就告诉他们，也不知道四川是什么？天府之国呢？天府之国呢？我们这个地方环境这么好，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有那些事情？因为他们这个真的是这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这个事情。结果说完这句话，几个礼拜之后，四川大地震，
人觉得我们优势非常好，这么好的这个地方，对不对？谁能拿我们怎么样子？一个地震就让我们发觉，真的是什么都不预备的再好是怎么样子？这样子，真的神动一根手指，你整个就好下来，真的是人不要太骄傲。所以呢，一个真正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叫做依靠耶和华？就是寻求他，求问耶和华，凡事求问神。所以其实大卫跟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他懂得随时求问神。什么事情呢？就是求问神。什么事情就是求问神。遇到什么呢？就赶快来求问神一下，求问神一下，并不是自己做决定或者判断怎样的这些不对，而是当你自己在做判断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依靠自己的判断？是不是都是依靠自己的经验？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们最近才读到这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下。对不起，撒母耳记上第30章，撒母耳记上第30章。撒母耳记上第30章，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这个去投靠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这次要跟扫罗要开始打仗起来了。这个大卫其实在中间其实位置也蛮尴尬的，这样子，那到底要帮哪一边呢？就后来那个非利士人说：“那你不要跟我们去好了，免得因为其他人会有顾虑啊，因为你之前是跟过是在那个地方，而且还杀了这个歌利亚这些的所以说还是不要跟我们一起啊。所以大卫就回去了，一回去发觉哇！这个亚玛力人从后面偷袭他们所住的地方，喜格拉被洗劫一空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被抢走了全部都被带走了那个时候他们是完全不知道，一去只看到一个这个城被烧了然后里面的人全部都不见了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死还是活还是怎么样子哇！所以跟随大卫的人都乱七八糟说。哭的这样子没有力气了，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说连大卫2个妻子什么也都不见了，这样子在第6节，我们来读第6节，一起来读起。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怒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之常情。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们会很慌乱会非常焦急，是人都会这个样子。大卫焦不焦急？他当然也非常焦急。大卫甚是焦急，非常焦急。那怎么办？这个人旁边的甚至都开始都是大卫啦，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这样子，我们的妻子儿女什么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这个我们城被烧了，甚至他们想用石头把大卫给打死。在这个时候。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什么叫做倚靠耶和华呢？下一节就告诉我们。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起。大卫对亚希尼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得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得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定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感谢主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你想象你那个时候在喜格拉看到一个被火烧毁的城你所有的这个妻子、儿女、财产什么通通不见了，这样子，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绝望的光景。但是呢，神看到的光景不一样。神从上面看。追赶就在那里，就是你们所有的妻子儿女都好好的，你们所有的财物都在那里追不追得上呢？你看不见，但是神会告诉你追得上，去吧。其实大卫并没有在那个地方等着说这个神啊拯救我这样子把那些东西全部带回来
他就问说神啊，该怎么办？追得上吗？追得上，马上行动就追。这个叫做倚靠耶和华。所以祷告，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认祷告，不要误解祷告的意思。祷告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看神要怎么样的成就这件事情。大卫的祷告是什么？求问耶和华说：“我是不是追得上？我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就是该去救的就要去救，但是他必须要先依靠耶和华。依靠他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他依靠耶和华的时候呢，他的心里就坚固。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祷告最大的功效之一，当然祷告的功效太多了，最大的功效之一就是让我们心里能够平安。在腓立比书第4章，我们来读这节经节，因为太重要了。这个也许有人熟到可以背了，但是如果你还不熟悉这节经节，希望这节经节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腓立比书第4章，你要一起来读第6节跟第7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跟第7节，这是祷告一个最大的功效之一。翻到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阿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说你只要祷告，马上事情就成就，不是这个样子。神告诉你，我会将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大卫能够在那么慌乱的时候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定。他的祷告并不是说神啊，这些都是你啊，这个的，或者他是带着一个这个期盼，这个祷告、祈求和感谢，感谢你，感谢主，还追得回来，赶快去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祷告是接下来是要带出行动，所以一直不断不住的祷告，它是紧紧抓住神应许。它不是代表什么都不要做，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次其实我在早祷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去天津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深的经历，就是我们每次去只要去大陆宣教，因为我们都是到现场才会知道，到底我们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去，然后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这个所面对的群众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还是刚刚信主的人呢？还是从3次教会里面出来的人，还是已经是非常资深的基督徒啊等等这些人啊，通通都不晓得。所以呢，其实庄牧师会跟我们说，这就是学习操练与圣灵同工啊。你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呢，放心好了啊，祷告交通主，圣灵会告诉你啊，你应该要说些什么。所以我们每次就这样很放心的去了，这样子。这个就去了，然后遇到这次感谢主说，这些人都是有一些圣经底子的啊，然后后来就这个决定就是跟他们分享新约概论。那我就想说，其实这个东西分享过了，已经分享过几次，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就祷告神啊，这个圣灵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就引导我这样子，就是能够讲该讲的。结果第一天早上、下午到下午分享的时候，就发现不太对。这个虽然这些东西我都分享过，但是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有一点陌生，我发觉有一点点忘记了，连接不太起来啊。这到底之前讲过什么？然后呢，那天就发觉说，是我们要祷告依靠圣灵，但是圣灵会告诉你，必须要好好的准备，必须要好好准备你要分享什么。所以很久之前真的是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做见证，就是说，因为他之前准备讲堂都非常的这个认真，他把所有的这个内容全部都写出来，就照着念，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讲堂全部念出来。有人说：“哎呀，你都是靠自己在准备讲章，对不对？这个讲章要活就一定要依靠圣灵。
圣灵会告诉你，不要准备这么多这个讲道，依靠圣灵，那就是活的讲道，这是有功效的讲道，这样子。所以一直看别人这个讲道的讲这个很活，就是很羡慕。他说好，那我试试看，这个礼拜呢，我不要准备讲章，我就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每天祷告。圣灵告诉我这个，就是求主在当场告诉我，结果他就满满的信心就上台这样子，脑筋一片空白。然后圣灵就告诉他说，你还是要好好预备你的讲章。所以呢，圣灵给他的感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祷告千万不要觉得说祷告就是依靠耶和华，就是什么都不做紧紧抓住这个神的话语不住祷告的人呢，他是一个真正依靠，在凡事上面，他不是只是看自己的经验或者怎样，是他也会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他能够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定，不会慌乱。所以呢，这个我们翻回耶利米书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误会就是不要觉得说，哇，这个栽在溪水旁的树有福了，对不对然后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不，你会发觉在河旁扎根的树，会不会有炎热来到？还是有只不过炎热来到，它就不会惧怕。会不会有干旱之年？还是会有干旱之年，毫无挂虑。所以信主的人一样会遇到各样的挑战，甚至会遇到像大卫那个样子，真的是这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这个光景。在那个时候，你的心怎么样子？你的心是依靠耶和华的，就不会担心，不会害怕。因为呢，其实你知道，这个神要我们忍耐等候。很多时候真的因为戏还没演完，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这个看电影，有的时候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哇，这个主角太惨了吧！到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没希望了吧？这样子，但是很奇怪，这个导演他们很厉害，编剧怎么就有办法，就是再过几十分钟，整个情况就大逆转，就是到最后总会给你一个这个圆满的结局，一个好的交代，这样子。在这过程当中，你真的是要骂了，这个编剧怎么让这种事情发生，怎么让这种情况来发生，这样子结果到最后你才发现原来非常非常奇妙，这个还是能够进入一个好的结局。所以其实神设计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人的历史都在神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半的时候，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前几个礼拜庄牧师跟我们分享，就是以利亚看到那个情况，都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了，这样子从天上降火下来，大家都看到了，这样子巴黎450个先知全部杀光，这样子还没有办法救北国以色列，算了，让我们死吧没办法了，真的是结果神告诉他，这个计划还没完接下来这个路要走的路还很长，这个计划还没完，就算你死了，接下来都还有人接续所以接下来要透过亚兰透过北国以色列等等其他的状况，这个历史还没演完，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忍耐等候。很多时候你没有耐心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但是其实戏还没演完，最终拍板决定的这个结局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交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37篇。诗篇第37篇，我们一起来从第一节来读到第10节吧。第1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起。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痞子无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除草快要割下，又无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
他要使你有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力量高过头大，和他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显出。唯有等候耶和华，必承受福。还有骗食，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在神这个骗食，快要枯干。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再过骗食怎么样子，再快要怎么样子，这个有的时候一等就是好几十年这样子啊。有的在神看我们觉得说这个度日如年，但是一下就过了，一下就过了这样子，快要过去了，快要过去了。还有多久啊？快要过去了，快要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太有耐心，没有办法走该等候。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以耶和华为荣，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这个耐心等候，这个何等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点耐心都没有。我们觉得先知以利亚，最近我们在读他的故事，好厉害啊，好厉害啊！他为什么他的祷告这么有功效？你觉得他的祷告都是一祷告就马上发生吗？没有，很多时候就是祷告一次没事情发生，祷告2次没事情发生，旁边人都开始急了，旁边人都开始在怀疑，祷告第3次，死人复活了。你敢这样祷告吗？这个可能我们看到人死了，我们就哎呀，这个节哀顺变，这个人生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死是众人的结局，就是灵魂归天家，在主的怀里好的，我们就开始安慰，我们有像这个以利亚这样的信心，来祷告。祷告到合起来为止，还祷告1次没事发生哦，人家都开始不可能吧？你在做什么？这样子，人都死了，心跳都停了，还在祷告什么？祷告第2次，祷告第3次，祷告到人复活为止。然后天上不下雨，祷告1次没事发生，祷告2次没事发生，3次、4次、5次、6次没事发生，第7次上去祷告。这个朋友说：“有一片云飘过来，好小，就像巴掌一样大。说感谢主，赶快回去，这样子，大雨要来了，这样子，倾盆大雨要来了，这样子。有的时候真的祷告会成就这些依靠耶和华的信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所以雅各书说，以利亚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不是说以利亚怎么样，但是他对神的信心。”专心倚靠神，耐心的等候他，千万不要祷告1、2次，算了。所以耶稣在讲关于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人不要灰心，一直不断的祷告，不要灰心。他就讲到这个比喻说，一个不义的官，如果有一个寡妇一直踩他，连这个不义的官就说：“哎，算了，赶快帮他伸冤好了，免得他一直来踩。”如果连不义的官都会这个样。何况是爱我们的神？如果他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岂不快的为他们成就了？但是最后耶稣补了一句：“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有信的人吗？遇得见有这样子信心的人吗？一直祷告到成就为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下子，这个神的话语一开始很有热心，读一下读不懂，算了，放弃。祷告，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算了，就放下。这样子的不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依靠耶和华的人，后面跟着一句话是以耶和华为可靠。这2句话也许你感觉看起来是一样。这个我们翻回耶利米书17章第7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
倚靠耶和华是一个动作，就像倚靠人血肉绑背是一个动作，它背后的内心是什么呢？离弃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它背后的内心是什么？以耶和华为可靠，以耶和华为可靠，这是一个心智。倚靠耶和华，这是一个动作。所以呢，你的心是不是真的以神为可靠？你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交给神，神会帮你办吗？很多人告诉我，为什么我祷告了，还是觉得这个事，还是觉得担心？表示你的事情没有交托给他。你祷告，这个事情还在你自己的手里，抓得紧紧。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交托给他，交托给神，依靠耶和华，把这个事情交出去了。这个重担、这个压力就真的不在你的手中。接着，我觉得很简单，照着神让你所做的去做就可以。这个就叫做依靠耶和华。也许事情不是这么快会成就的，神有他的计划，最美好的时间表。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会多久不晓得不晓得。但是神知道什么时间是最好的，在最适合的时候，他要成就一切。超乎你所求所想，所以戏还没有演完的时候呢，不要太快下定论。所以当这个戏演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中途那些，中途干嘛这么担心这样子？就是你戏看多了，你就越来越有信心。哎呀，这个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样子，但是到最后这个编剧导演一定会把它搬回来的啊。一样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当你常常忍耐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老练，就是很有经验的意思。再次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呢，你不会在那个地方慌乱啊！哎呀，这种事情见多了，放心，我们在主里有盼望。这是为什么在患难当中。让能够欢喜快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我们是一个依靠耶和华，你以耶和华为可靠，你真的认为神这件事情交在神的这个手中，我们这个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个因为真正的大编剧是我们的神，这样子，他在掌管这一切，这样子，这一台戏。有神为我们来导演，有什么好担心的？真的以他为可靠，就放心的交托给他。这样子的人就像西边的树，结果不止。不是说不会遇到困难，但是呢，遇到任何的环境，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各位其实神已经为我们的生命。赏赐下许多的祝福，但是你必须要选择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你才能够进入这样子一个祝福的环境。否则呢，你常常都是在靠自己，就如同一棵沙漠的杜松。是啦，还是能够生存下去，但是很难结果子，一直活在干旱、担心、害怕当中。求主帮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抓住他的话语，抓住他的应许，不住的祷告，并且耐心的等候，主必定要帮助我们。我们要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住在你的里面。告诉我们说，得救在乎归为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求主帮助我们，一个
这个世界常常有许多干旱无水之地，旷野无人之处，求主帮助我们亲近主，主就是那磐石，主带领帮助我们能够真实来到活水的泉源，让我们不再是一个沙漠的杜松，而是能够真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那活水的泉源，能够结果子，我们看见我们现在唱这个诗歌。
我们心里，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学会更深的来依靠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在这里，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愿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真实能够学习依靠神，能够抓紧主的话语，能够紧紧的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并且耐心等候，直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门。一起来唱祝福的诗歌，国度的恩典。靠耶和华，成为一个有福的人。